在这穷乡僻壤长大的千金，就算找回去，也是有辱门楣。不知道侯爷，不是，你就是我们侯府走丢的二小姐。跟我回去吧，侯爷还在家等着你呢。走吧。哼。莲香，那便回去看看吧。没有养恩，也有生恩。是。女儿，妹妹，母亲，母亲既已寻回姐姐，女儿以后便不再登门。望父亲、母亲还有哥哥多保重身体。哎呀，傻孩子呀！你是我疼了40年的女儿，她就是回来，你在母亲的心里，她也比不过你呀。是啊，好妹妹，她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立刻将她赶出侯府，管她是什么身份。侯府千金只有你一个。走吧，二小姐，从小门进。可是我怕姐姐与我置气。有娘在，她不敢。别怕，我这就去松露寺上香。我不见她，我就压一压她的威风。二小姐刚从乡野回来，衣裳污秽，委屈一下，就走角门吧。大管家，你是失心疯了吗？你可知道我家夫人是什么身份？不就是侯府流落在外的小姐，还能是什么身份？什么侯府小姐？我家夫人才不稀罕，我家夫人可是……角门而已，没什么走不得的。乡下无恙，寻回来又怎样？哪像莹莹小姐高贵典雅？淑玉，你流落在外40载，受苦了。你母亲去寺庙祈福了，晚些时候你再过来请安。莹莹虽是养女，但自幼在府中长大，又是侍郎夫人，早已是侯府的门面。如今你回来，她心里难免不安。为了侯府安宁，也为你们姐妹和睦，对外她依旧是侯府的嫡女。你呢，便以养女的身份记在你母亲名下，全听侯爷安排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该不是想用什么龌龊的手段去害莹莹吧？我告诉你，莹莹心地善良，这些年为了找你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有我在，别想欺负莹莹。这是你对我的态度吗？好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答应。你那个粗鄙不堪的乡下夫家以及几个野孩子，不许带进侯府。侯府簪缨世家，绝不能跟你丢脸。侯爷说的是，村夫粗鄙，野孩子顽劣，确实上不得台面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什么村夫野孩子？你们可知我家老爷公子是何等？淑玉小姐，即便是贴身丫鬟，也不要太放纵，规矩还是要讲的。周管家教训的是，治家须严。那是自然，侯府规矩多，比不得乡下，自有散漫。夫人，他们欺人太甚，这妻我们不认也罢。走吧。放肆！一个小丫鬟敢在侯府颐指气使，来人，拖出去打死！是。哥哥怎么又生气了？
姐姐刚回来，不懂府中规矩，何苦这样吓她？你呀，就是太善良。姐姐，你别怪父亲和哥哥，他们也是因为了侯府的颜面。府里规矩多，以后我慢慢教你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给他收拾一个院子。哎，父亲，不用麻烦周管家，我早就给姐姐准备好房间了。还是我们莹莹懂事。走吧。二小姐，这都走了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姐姐喜静，我特意寻了这处院子，平时不会有人过来，十分清幽。这就是你给我家夫人准备的院子。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忘记叫人收拾了。现下夜深，再叫下人过来，又得耽搁好一阵，不如姐姐先将就一晚。这院子比我在乡下住的好多了，让妹妹费心了。乡下人就是这样，你竟不是？胡说八道！我记得隔壁就是下人房，你去给姐姐拿2床被褥来。去。姐姐别多想啊，隔壁挨得近，一来一回节省不少时间，也能让姐姐早点休息。妹妹有心了。过几日祖母大寿，侯府里实在抽不出人手，先委屈姐姐将就一晚了。对了，姐姐，祖母大寿，京中权贵云集，你这身衣裳实在上不得台面。到时候我重新给你准备一套得体的衣服，你还是少说话为好，免得丢了侯府的体面。二小姐不是要与我家夫人说体己话吗？时辰还早，再歇会儿吧。小姐，妹妹没事吧？莲香在乡下农活做得多，难免手劲儿大，妹妹多担待。你给我等着！你们，姐姐说的哪里话？我也想多和姐姐说些体己话，但是现在夜深了，我明儿再来看姐姐。小姐，夫人上香回来了，要淑玉小姐过去问话。告诉母亲，姐姐身子娇弱，懒得走动，要问话让她自己过来。这不好吧？怎么，她回来了，我的话就不好使了？不敢，我这就去回话。等等，吩咐下去，姐姐舟车劳顿，闲杂人等不许靠近后院一步，水果、吃食、床单、被褥一律不许送来，以免打扰姐姐休息。去吧。是。别以为你回来了就能抢走我的东西，称千金又如何？
我一个侍郎夫人，难道还斗不过一个乡野村夫？且让你再逍遥几日，待到祖母寿宴，我定要让你痛哭流涕的滚回乡下去。疼不疼？不疼，但我心疼夫人。若老爷公子知道夫人这般遭遇，这荆州城怕是要闹得人仰马翻。夫人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他们根本就不想认亲，明明是侯府真千金，却要屈膝一个小小侍郎夫人下面，他们也配？若是让婉儿小姐知道，这侯府定要夷为平地。我这次寻亲只是想了却个心愿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圣上册封还有几日，不如我们就在这儿等夫君他们上京，一起进贡。那今晚就只能先委屈夫人，明日莲香出去采买。莲香，今晚应该不会再有人过来了。听说荆州城夜市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们去逛逛如何？好啊。他好大的架子，竟然让我亲自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腿瘸了，还是手断了，连个请安都不能。哎呀，夫人别生气了，淑玉小姐自小在乡下长大，不懂规矩，慢慢学就是了。这点规矩都要人教，枉她白活几十年了，有这样的女儿，真是给侯府丢脸了，连莹莹的一半都不如。怎么住在这儿？这是谁安排的？再怎么说，这也是侯府的千金呀。是莹莹小姐安排的，她怕前院喧哗，吵到淑玉小姐休息。啊，还是莹莹想的周到啊。刚从乡下回来，的确不适合抛头露面，惹人笑话。是。夫人，侯爷让您去前厅商量老太君寿宴的贺礼。夫人，寿宴有请。正好我也不想见他，明日啊，你过来教他规矩，别在寿宴上丢脸。是。京城的早膳确实比汀州的样式多。夫人若是喜欢，莲香去学，回汀州日日给夫人做。谢谢莲香。姐姐刚从乡下回来，怕是穿不惯这府里的锦缎。这件是我特意挑出来的，料子柔软些，你先穿着习惯习惯。还有这件首饰，虽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也比乡下的东西体面，别嫌弃啊。谢谢妹妹，姐姐喜欢就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姐姐休息了。走。淑玉小姐，夫人让您去前厅问话。母亲，见过夫人。免了。3日后是老太君80寿宴，届时京中各府都会来人。我和侯爷商量过了，会在寿宴中将你以义女的身份介绍给众人。这是你的福气，要懂得惜福。我们夫人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千金，怎么能做义女？母亲使不得，毕竟姐姐才是真正的侯府真千金。莹莹这就把身份还给姐姐，以后莹莹不能在你和父亲跟前尽孝了。哎呦，我的傻孩子呀！什么是真的假的？你就是母亲的心头肉，我的亲女儿啊！
这是你的，寿宴那天就穿这件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乡下人的打扮。这料子，恐怕连侯府最下等的奴仆都不会穿。身为侯府的女儿，哪怕是义女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们侯府的脸面。寿宴人多口杂，所以你还是低调、安分守己些，以免拉着侯府的人都跟着你丢脸。还有，你那手上的破东西，寿宴那天记得摘了。这些东西上不来台面，下去吧。破东西，他们恐怕不知道，单是这一只镯子就能买下10个定远侯府。莲香，不知道夫君他们赶不赶得上老太君的寿宴？莲香这就去准备。都收了吧。若是婉儿知道我穿这些，怕是要闹翻天。派人送到城南的同福记杂货铺，交给掌柜即可。姐姐这是想家了吧？也不知道我那3个侄儿如今多大了。祖母寿宴在即，姐姐不如把他们一并接回来，认祖归宗吧。可是父亲说野孩子上不得台面，带进侯府还丢了侯府的脸面。哎，父亲那日说的气话，姐姐别放在心上，赶紧让莲香去把人接回侯府，与祖母共享天伦。二小姐说的是，莲香这就去准备。还是妹妹考虑周到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快把你那几个野种都接到府上丢人现眼，这样整个京城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、名门千金了。夫人放心，莲香都准备好了。为了回家认亲，我跟他们已经分开很多时日了，能够真正称之为家人的也只有他们了。明日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皇后娘娘，有你的书信。是娘的自己，她来京了。走，随本宫去寻她。您莹莹小姐不愧是侯府的女儿啊！哎呀，侯爷好福气呀！那就是莹莹小姐，真是气质不凡啊！是，你看看，看这样貌，哎呀，侯府千金长得高贵典雅，侯爷好福气呀，有这么好的女儿。是啊，还是侍郎夫人，这以后定远侯府怕是要平步青云了。平步青云，只怕祖坟冒青烟也就冒到这儿了。谢谢诸位赏脸，给我家老太君贺寿。除此之外，今日我便还有一件事需向诸位言明啊。这位便是我侯府收养的义女林淑玉，这位便是侯府收养的义女林淑玉。
怎么会这么这穿的也太寒酸了？难怪是乡下的，不是乡下的。原来是义女啊！我就说嘛，这侯府嫡女怎么可能是一副村妇打扮？就是，这不是丢了侯府的脸面吗？是啊，他这个残废样。嘘，小声点啊！到底是侯爷认下的，给侯府几分薄面。这是小女莹莹，侍郎夫人，乖巧懂事，也是我们夫妇的掌上明珠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还得是大小姐气质好。这才有大家闺秀的样子嘛！养得真好啊！你看看，这气质就是不一样。看这气色，有点东西啊！真是漂亮呀！对。祝老太君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啊！祖母，这是孙女儿为您准备的贺礼。嘿，老太君有福气了。你看看这消息，真是难得呀！哎呦，这个漂亮！小姐有心了，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白玉观音像。莹莹为了这尊白玉观音像，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哎呦，真不错啊！这个东西厉害了。可是，这看上去确实不错，真是有心了。真厉害！祖母没有白疼你啊。姐姐准备了什么贺礼？听说昨夜姐姐快马加鞭赶回乡下，把我的3个侄儿都接来了，想必是准备了不少乡下特产做寿礼吧。我说过，不要把你那3个野孩子带到侯府丢人，你竟敢私自去接！义父，再野的孩子也该认祖归宗。你简直疯了！侯府不可能认这乡野村夫的孩子，谁敢进来，给我打出去！侯爷，这几个野孩子已经正在赶往侯府的路上了。什么？来人，拦住大门，绝不能让蝇营狗苟进入侯府，败坏侯府名声。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定远侯，这是要打谁？定远侯，这是要打谁？微臣恭迎娘娘圣驾，万福金安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皇后娘娘。听闻侯府双喜临门，本宫也来凑凑热闹。定远侯不介意吧？娘娘纡尊降贵，令侯府蓬荜生辉，老臣求之不得呀。呈上来。祝老太君福寿绵延。谢娘娘。定远侯刚认下义女，是喜事一桩，不知为何发如此大的脾气。方才口口声声说要打出去的野种，指的是谁？不过是一个乡下粗野女子，不提也罢。既然是定远侯认的义女，身份自然不一般，叫我来见见吧。回禀娘娘，我那义姐出身乡野，没进过大场面，不懂规矩，怕误了娘娘慧眼，不见也罢。今日寿宴，厨子做了好些佳肴，还请娘娘品鉴。大胆！娘娘懿旨，你敢不遵？
臣女不敢。哼，怎么，定远侯的义女，本宫见不得。见得见得，娘娘说笑了。闭嘴，别在这里说混话。淑玉，皇后娘娘在此，还不过来觐见？淑玉，淑玉，你没听见吗？怎么如此不懂规矩？方才还坐在这儿呢，小姐呢？奴才也不知道。侯府千金就是这般待遇，侯府已经拮据成这样了吗？还不赶紧撤下去！怎敢如此薄待小姐？回禀娘娘，那丫头刚从乡下接来，不懂规矩，此刻也不知躲去哪里。待微臣找到她，再向娘娘赔罪。送，哪怕把整个侯府翻一遍，本宫也要见到她。娘娘为何非要见这侯府义女啊？莫不是犯事得罪了皇家？要真是得罪了皇家，这侯府的好日子也就到头喽。早知道会连累侯府，当初就不应该寻她回来，死在外面最好。维维大哥，给你打听个事儿，昨日淑玉小姐的别香不是回乡下接人了吗？接来的人呢？不是刚进去吗？不知道那丫头攀了什么关系，皇后娘娘竟然跟她有说有笑。这侯府以后怕是要变天了。什么？当真？奴婢亲耳听到，亲征问去。难怪他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，原来是这样。过来，小姐不可，若是让侯爷知道，我们……你把事情做干净点不就行了？放心，好歹我也是侍郎夫人。父亲就算知道，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姐姐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下辈子再做侯府千金。我真是小瞧了我这个妹妹，真是心思深沉，手段了得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囚禁我们！嬷嬷，这丫头与皇家关系匪浅，若是真追究起来，你我都脱不了关系。彻底消失，不就没有关系了？你以为放他们出去，你就有活路了？但可是侯府的真千金啊！糊涂！侯府千金只有小姐一人，你跟小姐这么多年，那些事你都忘了。唯独只有杀了他，才能让小姐继续安享富贵。嘿！娘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启禀娘娘，传遍整座侯府都没见淑玉小姐。混账！这么大个人，还能凭空消失不成？兴许姐姐只是贪玩，一个人溜出去逛街了而已。我们已经问过侯府所有门卫，并未见过淑玉小姐出府。搜，继续搜，掘地三尺也要把她找出来。是。娘娘为何非要见这侯府义女啊？莫非是她在外面惹事，惹恼了皇家？若真得罪了皇家，这侯府的好日子就到头喽。娘娘息怒啊！当初我看她孤苦无依，才认作义女带入侯府，其他的事老臣一概不知啊。定远侯放心，本宫不会牵连侯府。那义女所住何处，能否带本宫去看看？希望红莲已经处理干净，别留下尸体才好。娘娘，请随我来。恭送娘娘！恭送娘娘！求求你，别杀我！
敢动我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你不过是一个乡下千金，连侯爷都不承认你的身份，何来株连九族的权利？有没有权利，你很快便知。不过现在我很想知道，你说的那些事究竟是何事？不想说也罢，交给皇后处理吧。宫里多的是折磨人的办法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娘娘，这里真的没有藏人。娘娘，这只是间放杂物的屋子，不可能藏人的。砸开，给本宫搜。是。娘娘没事吧？后院污秽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想不到侯府还有这样的蛮荒之地。乡下来的女子，给个好院子，她也住不习惯。能在侯府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算是抬举她了。定远侯还真是宅心仁厚。娘娘谬犯。把这间房也打开看看。娘娘为何一定要找到他？他到底犯了何事？犯事！定远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苛待他！不仅有冷茶粗食，还让他住如此污秽的地方。身为乡下一女，村妇野种，你可知那是本宫的？娘娘，夫人交代过，如今局势紧张，娘娘贵为一国之母，言论行事三思后行。待我找到娘亲，再跟侯府仔细算账。把门打开。娘娘，这是我贴身婢女的房间，她刚刚进去更衣了，不便搜查。红莲，你换好了没有？快出来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打开。是。锁了，莲香，砸开。夫人退后。婉儿，怎么是你？姐姐看到我好像很失望的样子，姐姐希望是谁？皇后娘娘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没用的东西。嬷嬷年纪大了，就早些出府安置吧，留着也是无用，反而徒增烦恼。让个，老实点。处理干净。嬷嬷至少也是侯府的老人，你这样处置，就不怕夫人怪罪吗？我的夫君是陛下面前的红人，手握要职，与父亲休戚与共。这府中有什么是我处置不得的？倒是姐姐神秘莫测，虽说身在乡野，却与皇室扯上关系。姐姐究竟是何身份呢？罢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定是莲香姑娘八面玲珑，第一次见面就获得了皇后的青睐。这才给你几分颜面，跟着这样的主子能有什么前途？不如到我身边来，我好歹也是侯府千金，又是侍郎夫人，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二小姐说的有道理，那红菱姐姐怎么办？
要了姐姐一个丫鬟，红绫就赔给姐姐吧。我这个丫鬟呀，也很懂事的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走吧。药效还要持续一段日子，不能说话就写吧。告诉我，你的义女，滚出来！义女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父亲别生气，当心身体。姐姐定是被冤枉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？皇后为何决定3时要找你？要不是宫里传信叫走皇后，整个侯府都要受你牵连。娘娘，这里不能进去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宫中传讯，请娘娘即刻回宫。娘，女儿改日再来看你。回宫。娘娘慢走。幸好有莹莹拼命阻拦，否则你早就人头落地了。有这样的妹妹，应该磕头道谢。父亲别着急，无论姐姐犯下什么错，我都心甘情愿替姐姐顶罪。正好，我也有话想问问侯爷。管家说，侯府找了我40年，从城郊到江南没有任何音讯。汀州距离荆州不过100里，怎么会花了40年才找到我的下落？究竟是找不到，还是不想找？你提这些旧事干什么？当年要不是你贪玩，非要出府，何至于在乡下颠沛流离40年，如今养成这副模样？是我贪玩出府不假，可是整整40年，侯府有真的用心找过我吗？还是说，有人暗中阻拦，故意不让侯府找到你？姐姐在外颠沛40年，吃了不少苦，好不容易找回来了，心中难免有怨气。还是让我进宫替姐姐顶罪吧，报答侯府的养育之恩。我不是侯府的亲生血脉，无论犯多大的错，都不会牵连侯府的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这事情与你没有关系，你永远是爹爹的好女儿，侯府的千金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顶罪？当初就不该许你回来，闯下如此大祸还不知悔改。今天我要用家法惩戒你，再绑去宫里赎罪。来人，上家法！跪下！父亲三思，姐姐身子弱，受不住的，总算能出口恶气。看你这个贱人，还能得意多久？不过这板子打下去，也就躺过3、5天，没什么大用。倒不如借父亲的手，彻底除了他和红绫，这样我就是侯府唯一的千金，那些事也就烂进土里，不会再有人知。我女儿，可算找到你了！你都长这么大，快让娘瞧瞧。侯府倒也不错呀，多亏爹当年给你谋的好前程。千金小姐当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该你报恩的时候了。快点拿银下来，给我们还赌债。放肆！谁是你们的女儿？我是侯府的千金大小姐，如此攀扬，就不怕拿你去官府吗？千金小姐，你出生的时候还是我亲手接生的呢。我信你看看自己的右手臂上是不是有颗红痣？当初要不是我绑走侯府真正的千金，把你送来这里，你现在还在赌鬼巷刷公桶呢。签下字据，买断父母恩情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许出现在荆州，也不许对外透露关于我的半个字。还有，让真正的侯府千金永远消失。做到这些，每年给你们500两，直到我死。小姐，听说来信有他的消息，恐怕侯府很快就要派人去寻了。
重新写一封，就说人在淮南，不在汀州，让他们去淮南找。另外，给那边递句话，若是让他活着回来，鱼死网破。是。求菩萨保佑，早日找到姐姐，让她少吃点苦。你别恨我，这侯府只能给我跪下！为何要跪？我何错之有？你目无尊长，寿宴擅自离席，而后又得罪皇家，牵连侯府，还说没有错？来人，按住他！我今天非要打到他服气为止。是，侯爷。谁敢动我，我要命了！姐姐，你就听爹爹的话吧。今日娘娘气成那个样子，定不会轻饶。你别害怕，我陪你进宫，要杀要剐我都陪着你。只求娘娘不要牵连侯府，用我们2个的命换侯府上百口的人命，还是很划算。说起你这假惺惺的做派，我看着恶心。姐姐，难道你真的要害死侯府上百口人吗？侯府100年基业可不能毁在你的手里。莹莹说的对，侯府的100年基业绝对不能毁在你的手里。家法不用了，直接处死。父亲，你千方百计寻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要我的命吗？把东西端进来。你连累侯府，自然以死赎罪。给你留点体面，选吧。侯爷，女儿是咱们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忍心处死她呀？是啊，父亲，妹妹虽然犯了错，但是娘娘并没有追究，何必要处死她呀？儿子愿进宫向娘娘请罪，请父亲饶了妹妹吧。爹爹，哎，玉儿，爹爹，我想吃糖葫芦。好啊，去给小姐买糖葫芦，多买些，她喜欢吃。爹爹，我也想吃。好啊，照顾好小姐，早去早回。是。侯爷不好了，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玉儿，玉儿，到底是我亲生女儿啊！子不教，父之过呀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活出老脸去宫里请罪。啊！父亲是侯府的主心骨，不能进宫请罪。若一定要以命换命的话，就让莹莹去，也算是还了父亲母亲的养恩。好妹妹，为什么要做傻事啊？傻孩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去顶罪？莹莹啊，你疼不疼啊？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啊。笑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侯府能闹得人仰马翻吗？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你死在外面，也好过如今闯下大祸。够了，哥哥，皇后娘娘不会饶过姐姐的，还是让莹莹去抵命。还侯府一个安宁。哎呀，好妹妹，我不准你伤害自己。父亲，莹莹虽然不是侯府血脉，可是这么多年，她一直小心谨慎、孝顺懂事，从未出过一丝差错。她的错，为什么要让莹莹承担呢？这公平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就……我走丢的这些年，你们可知我是怎么过来的？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呢？起来，别装死，干不完活，今晚别想进屋。小姐，小姐，慢点儿。小姐，饿不饿？要不要吃口糕点？小厨房刚做的。小姐，
还是先喝牛乳吧，这是夫人专门让人送来的。呸，不够甜，下次要多多放蜜糖。依依喜欢，只要小姐喜欢，能多吃些，放多少蜜糖都行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个死丫头！你不要打我了！死丫头，你都卖给我了还想跑？真晦气！呸！这孩子无父无母，和我们有缘分，我们就把她收作义女吧。这莹莹和月儿长得这么相似，或许就是命中注定。以后啊，莹莹就是我的女儿，侯府唯一的千金小姐。整整40年，她占着我的位置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可我呢，却被迫流落在外，挣扎着求生。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生活，侯府却偏要选我回来，几经羞辱不说，还要将不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，拿我的性命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心中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我不知你过得如此辛苦。母亲，是我对不起姐姐，这个债还是让我来还吧。只是可怜了我那个夫君，还未见上一面。他与侯府休戚与共，就算我不在了，他也会为爹爹劳心劳力的。带你妹妹去旁边休息，此事我与你母亲来处理。你走后，我会把你的牌位放在祠堂，请高僧为你超度。你母亲也会日日来看你，莫要怨恨。去吧。玉儿，你听你父亲的吧。你们没有权利决定我的生死，我要进宫见皇后。来人，按住他！新科状元沈瑜到府。啊！宁亲，侯爷这是何意？无辜囚禁良家女子，是要杀人灭口吗？这是我侯府的家事，与你何干？小侯爷空场一对榆木，有眼无珠，什么人都敢动，就不怕被株连九族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妇，侯府刚认下的义女，她的生死当由我侯府来定夺，何时轮到你来智慧？沈玉，纵然你是名满士林的状元，但这里终究是定远侯府，莫要太放肆。定远侯府又如何？你敢动我，我就敢血洗侯府！状元爷不是来替陛下送皇榜的吗？怎么好端端的吵起来了？奇怪，娘亲明明早就到了荆州，却迟迟不去宫里领赏，还送信让我们到侯府相聚。可姐姐到了，她又迟迟不肯露面，逼得姐姐连夜写皇榜，命我到侯府寻人。好不容易找到，却不让相认。娘亲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？唉，算了，事已至此，先听娘的话吧。侯爷，沈某平日关爱见义勇为，看到这么多人欺负一弱女子，实在没忍住，还请侯爷见谅。这是侯府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沈状元，
早点回去吧。当然有事。沈某此番前来是为陛下解忧来的。数日前，城郊疫病蔓延，死了不少百姓，陛下忧心忡忡，特命我前来通告去寻药王谷的医女前来治病。我去哪儿找药王谷的医女？启禀侯爷，奴婢与二小姐在乡下时曾去过药王谷求医，得到了几副方子，也习得一些医理，不如让二小姐试试。好戏要开。不行，一个乡下女子怎什么御医都无能为力的一病，万一药方有误，岂不是招来大祸？陛下说了，若能求得药方解城郊疫病，无论是谁，都可赏金万两，升官进爵。老侯爷，怀才不遇，何不试试？再说，这御医都毫无办法的医病，即便是错的，陛下也不会怪罪的。此药方确实有用，莲香当年在乡下染病时，就是二小姐用此方救了我的命。父亲，有没有用的？让姐姐写副方子，拿去城郊试一试，不就知道了？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药方一个字都不许错。从今以后，你就陪在莹莹身边学规矩，什么时候学会了，什么时候恢复你义女的身份。莲香，快去找大夫。傻孩子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你这一刀是往违你母亲的心头割肉啊！莹莹只想侯府平安无虞，家人平安。娘亲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侯府家人，为何拦我？为何要留在这里受气？他们不是家人，你才是我的家人。留在这里，只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你刚入朝廷，怎可如此冲动？可是，他们如此羞辱你，叫我如何能忍受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有莲香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莲香，你说，要是姐姐的药方真有用，我替她进宫领赏，如何？莲香，这就去让二小姐准备药方。算你识相。老爷，城郊那边传来消息，用了二小姐的药，染病的百姓症状已经减轻，不出几日就能痊愈了。好，想不到他竟还有如此能耐。来人，叫二小姐更衣，随我入宫。父亲，还是让我跟您进宫吧。姐姐刚回来，不懂规矩，她的一举一动可都关乎侯府的命运，万一又惹出什么祸事，岂不白费心血？可是你从小养在荆州，也没学过医理，万一要是皇上问起来，该如何作答？昨夜莲香已经将姐姐当年学医治病的经历都告诉了我，只要稍加修饰，就能瞒天过海。届时再让姐姐扮作贴身丫鬟随我入宫，指点一二，必能万无一失。那就依你的办。就换身衣裳，随我入宫。好。陛下听闻定远侯寻得医女，特命老奴在此等候，接医女给娘娘调调身子。你就随公公去看看吧，带上丫鬟。娘娘，医女到了。娘娘身体不适，已经有一些日子了。太医来瞧了几次，也未能查出病因，烦请医女好好看看，若能医治，必有重赏。
恭喜娘娘怀上龙胎，龙胎脉象沉稳雄健，定是位禀赋极强的小皇子。放肆！哀家已经半马，雅居多年，何来龙胎？你就是定远侯找来的医女？不是我，是他。妹妹已经接下皇榜，欺君之罪是株连九族的，其中这九族也包括侍郎府。你以为你不说话，哀家就会放过你？敢编排皇家颜面，你活腻了！来人，张嘴！太后娘娘，是臣女医术不精，太后娘娘饶了我，我再重新给您把一次脉。打烂他的嘴！太后责罚，你竟敢躲！来人呐，按住他！行了，给他点教训就可以了。是。太后娘娘息怒，小姐并非有意。这些时日，她为了成交的瘟疫殚精竭虑，不眠不休已很多时日，所以才导致精神恍惚，损了皇家的颜面。请太后娘娘看在她治医有功的份上，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滚出去吧！谢太后娘娘恩典。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啊！这怎么弄成这样？你去问他，他差点害死全家。我只是略懂医理，误诊也正常。我也想替妹妹受罚，只是如果我一旦开口，就会连累侯府，犯下欺君大罪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行了，我早就说过，此事风险极大，你偏要冒险。现在没有退路了。好了，不许再吵了。你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，荣辱与共，该齐心协力为侯府尽力才是。谁跟你们同气连枝？我只不过是义女，就算诛九族也轮不到我。你逆女！定远侯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陛下等你们很久了。识相点，别忘了乡下那3个野种。哼！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金安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听闻定远侯的千金师承药王谷，此事当真？回皇上，小女幼时得了一些机缘，在药王谷习得略微医术，可为皇上分忧。太好了，定远侯有所不知，平州的疫病便是药王谷的医女治好的。宁千金若能解决成交的疫病，朕一定重重有赏。臣女定不辱使命，这就下去写药方。请吧。你会这么爽快？不会有诈吧？我都跟你一起去金銮殿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何必为难自己呢？你要是再耍手段，我一定让这3个孩子下阎罗殿。放心吧，这药方陛下一定会重视的。小女药方已写好，
立刻送去城郊。是，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城郊的病人醒过来了，烧退了，人也精神不少，能吃东西，也能下地走路。林小姐的方子有奇效啊！好，赏！朕要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责任宣召。谢陛下恩赏。这一品诰命夫人，只怕你有命领赏，无福消受。母亲，陛下说我治医有功，要给我一品诰命的封赏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女儿争气，为侯府争得无上荣耀。将来呀，侯府就靠你和燕儿光宗耀祖了。是，父亲，女儿定不负所望。一会儿啊，叫人给你做几身衣服，再去库房挑些首饰，看中什么了只管拿。这些东西呀，都是你和你哥哥的。母亲对我真好。原来如此，将他们带来荆州，我有份厚礼要送给他们。那个奸人呢？他都半年没给钱了，人呢？钱呢？你们就是小姐的亲生父母。我记得侯爷说过，小姐无父无母，是从寒山寺捡回来的，哪来的亲生父母？什么意思？我这里可有他亲笔签下的断亲字据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，每年500两，买断我们父母的关系。不回荆州，不提他的名字，他还让我们想办法杀了那个女人。这才过了多久，他就翻脸不认了。还得给钱，否则今晚我就去大闹侯府，把这些年他让我们干过的脏事，统统告诉侯爷。你们别急啊，我也是怕认错人了。既然有字据作证，那就可以了。小姐吩咐过，她被陛下任命为一品诰命夫人。既然你们是她的亲生父母，没有养恩，也有生恩。过几日，她就会派马车过来，带你们一起进宫，共享富贵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有钱了！我的莹莹真有本事，不光是挣了侯府的荣耀，也全了侍郎府的颜面。是啊，连带着哥哥都鸡犬升天了呢。胡说八道！我和你父亲成什么了？莹莹能有今天，还得是父亲、母亲、哥哥的功劳。把莹莹养得这般好，自然要回报家人了。走吧，我们陪你一起进宫。那好啊，趁现在多笑笑吧，以后没机会了。小姐放心，莲香姐姐已全部安排妥当。妹妹今日定能大放光彩。恭喜侯爷，恭喜侯夫人，恭喜林姑娘。妹妹获封一品诰命，定远侯府，以后就仰仗妹妹了。一品诰命，这是天赐的荣耀，光耀门楣呀！是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臣等参见陛下、皇后娘娘，愿陛下龙体慷慨，娘娘奉以昭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今日宴请召见爱卿，是有桩喜事与各位分享。得林氏相助，城郊的瘟疫已经得到控制，林氏立下大功，朕特赐封林氏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赏鎏金匣佩、玲珑玉带，赐良田1000亩，府邸1座，衣饰加赏。
谢陛下隆恩。陛下册封一品诰命，恩宠于至，臣全家必肝脑涂地，以报圣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接皇后赐封吧。恭喜母亲得陛下亲自册封的一品诰命夫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嫁的不是乡野村夫吗？母亲？她居然是皇后的母亲！莲香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二小姐，我可从未说过娘娘与我亲厚，这些不都是你自己揣测的？娘，你可真调皮！明明是进京领赏，中途却跑去侯府参加什么寿宴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让女儿好生担忧。我也不想啊。是定远侯太过于热情，派人当街拦住我的马车，硬邀我到他府上小坐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定远侯这几日的款待，这吃穿用度都是府上最好的东西，让我这乡下妇人好好的感受了一番京城的繁华。这些衣服料子，连侯府最下等的丫鬟都比不上，定远侯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这般款待皇后娘娘的母亲。是啊，就连今日进宫的马车用的也是最差的。定远侯如此待命，丝毫没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。定远侯，你就是这样款待我母亲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皇后，老臣冤枉啊！那你说说，本宫如何冤枉你了？淑玉，我的女儿啊，父亲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，不肯告诉我们？是不是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有把你找回来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急，没事儿，父亲、母亲还有你的哥哥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淑玉，陛下、娘娘，整个荆州都知道微臣丢失了一个女儿，没想到女儿就在身边，如今失而复得，还要多谢陛下娘娘给我这个赎罪的机会。是这事情苛待他，现在知道身份，好孩子，来攀附，我们血脉相连，荣辱与共，这是永远抹杀不掉的。别置气了，有话我们回家说，侯府才是你的家。侯爷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说话颠三倒四，不知所云，我可没有那个福分。什么亲生女儿？这不是侯爷前些日子刚认下的义女吗？我记得老太君寿宴那天，侯爷只是随便打发了一句，便给了冷茶冷菜，安排去角落了。怎么，现在看人家是皇亲国戚，侯爷要上赶着认亲啊？是啊，我们可是记得，当年林氏定亲时，侯府设宴张榜，将林氏写入族谱，对外宣称是唯一嫡女。这侯府到底有几个千金啊？玉儿，过去的事不要再置气了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呢。哼，一家人。侯爷，你若是脑子不清楚，就找个太医开个方子，好好治治脑子，别在这殿上胡乱说话。你不是说过我只是个义女，这才过几日，你就打自己的脸，不疼吗？莹莹虽是养女，但自幼在府中长大，又是侍郎夫人，早已是侯府的门面。如今你回来，她心里难免不安。为了侯府安宁，也为你们姐妹和睦，对外她依旧是侯府的嫡女。你呢，便以养女的身份记在你母亲名下，全听侯爷安排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与皇家有这般渊源，所以能不能当上侯府千金，
取决于谁给侯府带来的荣耀更大。难怪那天晚上侯爷为了维护侯府脸面，逼我自戕。原来在侯爷心里，权势大于血脉亲情。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侯爷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竟敢逼我母亲自戕！不，皇后娘娘，那是个误会呀。那天我以为玉儿得罪了娘娘，故意躲起来，一时着急才说了那些话。侯府100年世家，上下几百口人，微臣不敢赌啊。我究竟去了哪里？那就由你告诉大家，我到底去了哪里？皇后那天为什么找不到我？那天你不是说玉儿闯了大祸，惹得娘娘大怒，要问斩我们全家吗？母亲救我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莹莹虽不是侯府亲生，却是从小长在母亲膝下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。母亲救救我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说这些，我就想知道寿宴那日，淑玉究竟去了何处。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，没关系，我有证人，让他帮你回忆回忆。红玲，进来。侯府婢女红玲参见陛下、皇后娘娘。起来说话，告诉本宫，寿宴那日，本宫的母亲到底去了何处？红玲闭嘴，不许说。寿宴那日，小姐误以为娘娘与莲香关系亲厚，担心淑玉小姐借着皇家关系抢走她的千金身份，便让我把药放进她茶水中，叫上周嬷嬷，把人弄去偏院。她知道该怎么做，动作利索点，别让人看出端倪。我不想再看到她出现在我面前。若是侯爷知道，你弄得干净点不就行了？放心，我好歹是侍郎夫人，就算父亲知道，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去。难怪那时本宫搜捕你推三阻四，原来是这样！你竟敢绑架本宫的母亲，还要杀她灭口！你的脑袋不想要了！来人，这罪妇囚禁皇亲，以下犯上，押入大牢，责任问斩。是。哥哥救我！你说过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，你都会护着我的。哥哥救救我！娘娘息怒，妹妹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求娘娘网开一面。谁敢求情，一并押入大牢。你快放手！哥哥，你难道想连累我吗？哥哥，母亲，父亲，救救我！玉儿，我不知道这贱人竟然如此胆大，好在娘娘明察秋毫，替你出了口恶气。玉儿，不要生气了，跟为父回家吧。太后娘娘驾到！这是怎么了？在宣和殿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见过太后，太后千岁请安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皇后，灾疫刚过，何该大赦天下，汇聚民心？为何在此大动干戈？你自己说，都干了些什么？原来是他呀！不过一次误诊，哀家都没有放在心上。皇后何必计较？林氏是这次疫灾的1等功臣，无论犯下何等大错，都应从轻处落。毕竟疫区还需要林氏继续救治。若只是误诊这么简单就好了。你自己告诉太后，你都做了些什么肮脏事？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应该明白。父亲，顶替医女入宫你是知情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闭嘴！我敢拖侯府下水，我定饶不了你。
差点把这件事忘了。太后说的有理，林姑娘治疫有功，理应从轻发落。不如让她重新再写一份温补的方子，给痊愈的百姓巩固身体，以此将功折罪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来人，给林小姐拿笔墨。我记得定远侯接下皇榜时，宣称林小姐曾在药王谷学医，救过汀州的百姓，一副温补药方，这么难写吗？难道医术掺假？定远侯，这可是欺君大罪！啊，冤枉啊！陛下明察，就是借微臣100个胆子，微臣也不敢欺君啊！那他为何连温补的方子都写不出来？父亲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侯府养了10几年的女儿，为侯府挣了不少脸面。我的夫君也是您的左膀右臂啊！闭嘴！逆子，你竟敢骗我！皇城会行医进宫行骗，脑袋不想要了吗？父亲，连你也要舍弃我了吗？父亲，你千方百计寻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要我的命吗？把东西端进来。你连累侯府，自然以死赎罪。原来我只是你们潘府权势的棋子，枉我还以为承欢4世，纵使不是亲生骨肉，也会长出一丝血脉亲情。爸，我认，无论是欺君还是杀人，我都认。侯府将你封为掌上明珠，宠爱40年，不曾有一丝可待，可你却居心叵测，左右是非，差点害死我的亲生女儿。而今又冒领皇榜，犯下欺君大罪，连累侯府走上绝路。我虽不是你亲生父亲，但也有养育之责。今日我便亲自清理门户。放肆！朕还坐在这儿，宣和殿上容得你胡来？林氏虽然认罪，但也上过族谱，也算侯府正式血脉。既然犯下欺君大罪，那就应该依照国法处置。林氏身为侍郎夫人，那侍郎全家难逃其咎。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此事微臣也被蒙在其中。无论你是否知情，林氏是你的正室，这责任你推脱不了。陛下，微臣实在无辜，侯府将冒名嫡女嫁给微臣，隐瞒数10年，如今犯下弥天大错，却要牵连侍郎府，用心歹毒，其心可诛。求陛下网开一面，放过侍郎府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侍郎厚着脸皮，一次又一次的登门求娶。莹莹的身世我已经据实以告，侍郎从头到尾都知实情，为何今天又倒打一耙呢？侯爷，这是我精心备下的聘礼，令千金温婉贤淑，名满京华。我仰慕已久，愿倾其所有，聘娶千金，与侯府结为秦晋之好。我的女儿是个养女，并非侯府真正嫡女，你也愿意吗？侯爷多虑了，我并非看重名分，只是对莹莹有情。无论她是侯府嫡女，还是乡野孤女，我都对她痴心一片。胡说！当年我只知道林氏就是侯府千金，上过族谱的嫡女，何来收养一说？侯爷如此构陷，可有证据？就是因为要嫁与你侍郎府，
我不愿莹莹受委屈，才张榜设宴认作嫡女的，你怎能反咬一口？如今数十年过去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证据？既然没有证据，侯爷还是慎言的好，收下休书，我们就一别两宽。哼！原来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夫人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听信小人谗言，迎起恶妇，差点害你命丧黄泉。多亏皇恩浩荡，才让我们再次相聚。陛下，微臣受定远侯欺瞒，与夫人被迫分离，害得夫人双居多年，独自抚养皇后娘娘长大。微臣还听闻，夫人膝下抚养两子，实乃贤惠淑德，求陛下为我夫妻二人重新赐婚，我愿用后半生陪伴夫人，将两个孩子视为己出。呸！你说什么？你想求娶我母亲？娘娘从小孤儿寡母，辛苦了。从今往后，娘娘也有母家做靠山了。只要娘娘愿意，微臣万死不辞。好啊，那要问问我儿子同不同意？镇国大将军到。听说侍郎大人要做我的继父，这就是你收养的儿子？我以为他只是个……对啊，他就是我儿子。侍郎大人若是想与我结亲的话，那就问问他同不同意。只是什么？侍郎大人以为本将军只是一个乡下的野孩子吗？将军大人说笑了，口误。侍郎大人想要求娶我母亲，也未尝不可。只不过我的妹妹是当朝的皇后，而我乃是镇国将军，不论是官职地位，还是家产，侍郎府可都比不上一人。侍郎何来的脸面，敢提求娶？再大的官职，将军也是抚养的孩子，早晚要认祖归宗。自古女子也要嫁人为妻，生儿育女，依靠丈夫才会活得安稳一些。新科状元沈瑜到。谁与你说我们是收养来的孩子？谁又与你说女子生来唯有依靠夫君仰仗子女才能顺遂一生？他也是你的儿子？对呀，新科状元也是我的儿子。能不能嫁入侍郎府，大人也要问问他的意见。陛下，幸得我母亲帮助，从昨日起，城郊大部分灾民已逐渐康复，部分重症也脱离危险，不日便可痊愈。好，赏。若不是你母亲，京郊恐怕已经沦为第二个郡州。再赏黄金万两。谢陛下。微臣替女儿谢陛下赏赐。皇后，这本是你的家事，朕与太后不便多问，你自己解决吧。臣妾定当秉公处理。哈哈哈！好啊，我侯府竟能出这样的后辈，
真是祖宗显灵啊！周姨啊，快带孩子们回家，今天就给他们上族谱。侯爷不是说过，侯府簪缨氏族，我这几个乡下的野孩子拿不上台面。你这孩子啊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那么记仇。为父只是一句气话。女儿啊，你独自养大这么多孩子，受苦了，快跟母亲回家，母亲好好的补偿你。妹妹，能不能让外甥替我求个一官半职？我也想为国效力。如今你可知道什么叫做风水轮流转吗？不过为父还是有些疑问，你是自入荆州起从未出过门，什么时候去过城郊疫区？侯爷眼高于顶，眼里只有冒牌货，根本看不见我们，又怎会知道我们的去向？胡说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几日府里忙着寿宴，顾不上你们。靖远侯府门禁森严，日常进出均有记载。我从未见过姐姐的出府记录，你究竟用了什么神通？不出侯府也能解决城郊疫情，怕不是另有玄机？是啊，淑玉，你是怎么出去的？可不敢欺君呐！你将我们扔在侯府最下等的地方，还不准下人送吃食，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？你们的侯府围墙如纸符一般，我随便砸2拳，带我家夫人出去逛逛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莲香，今晚应该不会再有人过来了。听说荆州城夜市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们去逛逛如何？好啊，那我们走哪道门出去？后门偏院，年久失修，帮帮他们吧。莲香遵命。好嘞。夫人累了吗？我们找家客栈休息吧。来的路上我就听说有大量流民涌入荆州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大概也是染了疫病。莲香，带上他，我们去城郊看看。不行不行，夫人在天州的时候就操劳过度，险些病倒。我先去找家客栈，让夫人休息，剩下的事交给莲香来做。我这一身医术本就该为苍生所用，民安才能国安。若是百姓身处于水火之中，我却视而不见，那岂不是让悬壶济世沦为空谈？救命！救命！莲香，去把荆州的大夫全都请来，越快越好。夫人，你还是先避避吧，等莲香回来，我担心你也染上疫病。放心吧，我可是药王谷出来的医女，汀州的瘟疫我都挺过来了，这算什么？快去吧，别耽搁。夫人真是华佗在世，染病的百姓都退烧了，再服几次药，想必就能好转。多亏几位大夫的帮忙，后面药方还需要调整，我让婢女按时送来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我们走吧，早日进宫，叫沈婉儿娘娘安排太医过来。要不是我家夫人忙碌了一夜，你以为就凭一副药方，那些被感染的百姓就能起死回生？这么说，你们早就知道荆州疫病蔓延，那你们为何知情不报，害得莹莹犯下大错？谁叫他贪得无厌，霸占夫人的身份不说，还想冒领风声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我们就狗手相让了。你们竟然联起手来耍我！我们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你若是不贪，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？好了，别计较了。你能有今天，也多亏有我林氏血脉，让你聪慧过人，还有林氏祖宗的保佑。快，我们现在就回家，去祠堂上香，叩谢祖宗。上什么香？祖宗有用的话，为何这么多年你们还是寻不到我母亲？之前没有功劳的时候，别说去给祖宗上香，就连原来的身份也要不回来。如今功劳加深，你们倒想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哥哥征战沙场多年，话倒是比以前更会说了，会说就多说些，要不然某些人的脸皮比抽枪还厚。我母亲是姓李没错，但这并不代表
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受侯府所赐，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争取而来，与我们兄妹无关，更与侯府无关。侯爷，还是给自己留点脸。哎呦，乖孩子，别生气。你祖父啊，年龄大了，不会说话。你母亲啊，从小在外颠沛流离，独自抚养你们长大，我光听着都心疼。以后侯府啊，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不再是没有家的孩子。玉儿啊，不用担心，回去以后啊，我重新给你说一门婚事，保证让你在荆州安享富贵。你要是不愿意嫁呢，也可以，侯府也养得起，所有家产任由你支配。这侯府的人还真是反复无常。我怎么记得进宫前侯府还是林氏的，进了趟宫，家产都换人了？家产自然是要给亲生女儿，那林氏不过是养女。夫人慎言，我虽然姓林，但却不在侯府的族谱之上，不要乱认女儿。对呀，族谱除名。来人，把笔墨拿来，我现在就写除名书。当年我见你长得与玉儿相似，带回侯府给个安慰，这么多年未曾亏待你，你却犯下了大错，差点连累了我们。今日将你从林氏族谱上除名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玉儿，我们回家吧，这次爹爹一定牢牢抓住你的手，不会让你再丢。侯爷，打算带我夫人去哪？参见丞相。父亲，同陛下聊了点政务，来晚了。没事。见过父亲。今日还真是热闹啊，侯爷，我只是晚来了一会儿，便差点见不到夫人。侯爷这是何意啊？丞相大人是淑玉的夫君，怎么我不配吗？刚才他们叫我什么？侯爷没听清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没想到玉儿嫁得这么好，为夫也算放心了。为父，你就是我夫人那黑心的亲爹，你怎么配？侯爷不要介意，乡野村夫不太会说话。此事确实是侯府有错在先，但淑玉终归是我侯府血脉，理应带着孩子回去认祖归宗。侯爷言之有理，但回去之前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。我夫人她心善，明明带了你，却迟迟不把你关上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听闻侯府走遍大江南北，花了近40年才将淑玉找回，是吗？玉儿3岁那年走丢，这么多年我们派人四处寻找，没有一日停息呀。侯府倾尽人力，踏遍山河，花了40年才找到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，是有人从中作梗，导致你们与淑玉生生错过40年？这怎么可能？玉儿丢失这么多年，我们侯府上下每时每刻都盼她回来，就连莹莹从小烧香拜佛都盼着她回家，这怎么可能有人从中作梗？眼蒙心相。莹莹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当真对淑玉的一切一无所知吗？哥哥，你不信我？你且回答知与不知。你每隔半年就去账房支取大额银票，钱都花哪儿去了？我置办衣裳首饰了，哥哥也要查账吗？母亲说过，侯府的所有都是我的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置办衣裳，侯府将你当做掌上明珠，衣裳首饰什么时候缺过你的？哪次不是有了好东西第一个送到你的手上？何须你自己质问？你老实的回答我，是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淑玉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早就知道玉儿在哪，为何不说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哼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我帮你回你回忆。呈上来。自从你入侯府，侯府从未苛待过你，竟敢背着我们谋害淑玉！
你这个白眼狼，明知道侯府在找亲生女儿，不仅知情不报，你还故意传出假信息，混淆视听。你害得我们母女分离几十年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孽障！当初我怜悯你无父无母，带你回家当亲生女儿教养，竟引狼入室，贱人，实在恶毒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滚开！别叫我父亲。母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从小就没有爹娘，要是你们都不要我，我就只有去死了。不要纠缠我的母亲！你没有爹娘，你真是个大孝子。听闻你封了一品诰命夫人，你的亲爹娘今天一早就随我入宫，现在就在宣和殿门外候我。我的好女儿啊，这皇宫真气派啊！比荆州最大的赌场还晃眼。你的赏赐呢？快拿给娘瞧瞧啊！一品诰命的官位赚不赚钱？够我们还多少赌债？你都好久没给钱了，爹欠的有点多，能不能先给1000两？应应急！走开，走开！我不认识你们，我是侯府千金，不是你们的女儿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！当年若不是我们，你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？你别以为插根羽毛，就能变凤凰了！别跟他废话，先过来拿银子。哎呀，这么多，够我们赌半年了。就是。娘娘，他们让他们装。钱呢？你这一品诰命，就这么点赏赐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赶紧拿出来！还有，我今晚要住在宫里，多给我找一些漂亮的宫女，皇帝玩腻的妃子也行。我看这个就不错。放肆！再敢胡言乱语，割了你舌头！算什么东西？竟敢打诰命夫人的亲爹！你不想活了？你说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眼睛瞎了？就这样任由别人欺负你的亲爹吗？我是侯府养女，无父无母。养女？哼！当年要不是我偷走侯府的真千金，你咋成什么养女？就凭你的出身，哼，给侯府送公统都不配。看看，这是你当年签下的断亲字据，上面有你的亲笔画押，每年500两，买断我们的父母恩情。除了这些，要我想办法杀了侯府真正的千金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你如何抵赖？这些都是证据。你到底隐瞒我们多少事啊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们说的句句是事实。不信你掀开他的袖子看看，手臂上有颗红痣，是不是？父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实招来，否则我送你们都进大牢！你敢？我可是诰命夫人的亲爹，你们这儿谁与他的媲接的？侯府真正的千金早就失踪了，也许早就死了。我这个女儿，你们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我劝你们识相点，多给我一点封嘴钱，我这个女儿就算卖给你了。你想要多少钱？买命钱要吗？说，怎么回事？再敢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好了，吵得我头疼，直接送去刑部，那里多的是能够撬开他嘴的东西。女儿啊，女儿，快救救我们啊！你是诰命夫人，快让他们放手啊！我错了，请求你高抬贵手。我全都说了。松开他，让他说。这事儿还得从我娘说起。我娘是周嬷嬷，她一直在侯府当差。什么？
你娘是周嬷嬷？对，她就是你的亲祖母。不可能！嬷嬷年纪大了，就早些出府安置吧，留着也是无用，反而徒增烦恼。处理干净，你娘怎么会是周嬷嬷？当初调换侯府千金的主意，就是我娘出的。这么晚，你们怎么来？娘，救救我们呀！我们在赌场欠了500两银子，如果再不还，就要被打断腿了。娘，你在侯府当差，好歹也攒了些银钱，先借我们周转，日后一定还你。哎呀，我每个月的月钱都补贴给你们的，我哪有多的？上次给你们50两已经是极限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要是不帮我们，我就把小妮卖了。你去还赌债，反正一个丫头片子没什么用。你，对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们就去卖孩子。拿着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娘不会不管我的。你只能去夫人那儿碰碰运气。夫人，奴婢家中有急事，想预支月钱周转。可以。你想支取多少？500两。兰芝啊，是不是你不争气的儿子又来了？我跟你说过了多少次了，惯子如杀子，你该给他断亲才能自救。奴婢的确是无路可走了，求夫人帮忙。不行，侯府规矩森严，一切按规矩来。下去吧。夫人，求您帮我一次吧，夫人。哎呦，我的小淑玉真好看，到时候母亲啊，再给你打一个更大的金锁。好，好看。夫人既然不肯帮忙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。来，下个月初10，我会带着小姐去南街买糖葫芦，你们俩租辆马车，绑了人以后就往城外走，越远越好。绑了侯府千金，那小妮怎么办？小妮同小姐有几分相似，等小姐彻底失踪了，我就安排小妮去侯府做千金，以后咱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银子。哎呦，还是娘的手段厉害呀！太好了。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找回来的。夫人，你看，夫人，这是我在寒山寺捡的孩子，和淑玉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可跟小姐长得真是一模一样。夫人，这真是上天给的缘分。叔，我们把这孩子留下来吧，也算是淑玉给的安慰。好，女儿还是要找。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亲生女儿了。你是说我的女儿是周嬷嬷弄丢的？她跟在我身边数10年，就因为500两银子弄丢了我的女儿。
谁让你那么吝啬？堂堂侯府夫人，居然连500两都不给！我怎么舍不得500两银子？我是想叫他舍弃你这块烂泥，谁不知道他也是个没出息的，要钱不成，竟然出这么恶毒的法子来报复我！兰芝呢？让他进来，我要好好的问问他。迟了，周嬷嬷已经赎罪去了。什么？你们竟然杀了我娘！谋杀亲祖母，这等事情我们可做不出来。你死！我要杀了你！少在这装母子情深了。后来呢？当时林氏不到周岁，尚不记事，你们是如何相认的？自然是我主动找他去。你是侯府的老人，就由你照顾莹莹吧。月前涨1倍，只是别再贴补你那赌鬼儿子了，那可是无底洞，欲壑难填。谢夫人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小姐的。够你们花半年的，以后少来侯府晃悠。这么点，娘，小妮都当上侯府千金了，首饰珠宝应该数不胜数，你多给一些呀！这么点怎么够啊？就只有这么多，再多也没有。再多花，以后1分都没有。自从有了我娘和小妮的扶持，我们越赌越大。快走吧！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便叫侯府的护卫狠狠打了我一顿，彻底断了银钱。我们还不上赌债，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偷偷的去找小妮要钱。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当年真相就是这些，你们不能全怪我们，我们也是无奈的。对呀，淑玉呀，娘对不住你，养虎为患，让你漂泊了10多年呀。妹妹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你个毒妇，占着淑玉的位置，受尽宠爱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为何要对她赶尽杀绝？哎呀，最毒妇人心啊！这是恶啊！受尽宠爱，你们表面上对我好，背地里是天南地北寻他，都有我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他？还有荣华富贵，府里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是先挑给他，然后才能到我，凭什么？明明在你们膝下承欢的人是我，你却偏心一个失踪几10年的人。你简直满口胡言，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作为养女，我们甚至将你的户籍都入了族府，就算淑玉回来，你依旧是名正言顺的千金小姐呀！收起你的虚伪吧，父亲！若不是为了拉拢侍郎，你怎舍得让我入族谱？正因为我入了侍郎府，你们才把我当成真正的侯府的女儿。是你们需要我，巩固你们侯府的权势。我努力几10年才得到的东西，他林淑玉出生就有，就凭这些，我就不可能让他活着回来。我并无跟你有争宠之意，我回侯府就是为了知道我的亲生父母长得是什么模样，仅此而已。没想到你竟然把我当成假小迪，惹出了一系列的祸事。这一切都受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去大牢里反思吧。来人，把林氏和他的父母一起押入大牢，交由慎刑司处置。
鬼饶命！鬼饶命啊！我们也是被陷害的，这都是我娘的主意，我们是无辜的呀。是啊，你娘若不是生了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她也不会走投无路，做出这种错事。拿下！没听到本宫说话吗？把他们拿下，送去慎刑司。娘娘不好了！六王爷带人从宫外打进来了！啊！哎呀，这陛下呢？陛下在成明宫，宫内突然走水，奴才们进不去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婉儿，没事吧？快带婉儿休息。六王爷有令，拿下叛国逆贼，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。姐姐，我等着一个好久，幸六王爷没让我失望，也不枉我筹谋着一场。你已经嫁到侍郎府，为什么还要与六王爷有往来？沈庄也不是说了吗？女子一生想要的东西，得靠自己得到。我是嫁给侍郎，可他又何曾有过真心对我？夫人饶命啊！侯府没教过你规矩吗？连门也不会敲。我们成婚不过3月，你就这般羞辱我？不过一个养女，能给正妻名分，已经是抬举。侯府迟早会寻回真正的千金，你这颗弃子，到时只能攀附侍郎府。我劝夫人还是大度一些。夫人，你饶命啊！夫人饶命，我可是朝廷重臣，我是你夫君啊！你不能杀我！侍郎不是写着休书，怎么又成我夫君了？夫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不要杀我！把门关上。陛下骤然崩逝，六王爷乃皇室嫡亲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乃天命所归的储君人选。诸位大臣，若愿与我共济江山，福利新主，请到我身边来。怎么办呀？有没有火枪？没想到我女儿竟然这么有本事！假如你和六王爷赢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国丈了？是呀，哎呀，我现在该好好报答我的亲生父母，一品诰命算什么？我是做沈婉儿的命。对，我女儿天生就是做皇后的命啊！太好了，那以后我们有用不完的银子了。就是啊。你们早该死！要不是那时我心慈手软，一步错步步错，我不后悔。想要的东西就是得靠自己去争取，我不后悔。你竟然敢伙同六王爷谋反！父亲，女儿要当皇后了，这才是侯府最大的荣耀。你怎么不到我身边来？你休想！和哥哥呢？哥哥不是一心想报效朝廷，不如我给你封个丞相如何？言儿，他是个叛贼。母亲，陛下已经不在了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求你不要怪我们，我们没得选。外面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不得而知，你们不要听他蛊惑。外面都要打到宣和殿来了，要我全家陪你死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会输？陛下已经去世了，六王爷手握重兵，他又是皇室血脉，他继承大统是顺应天命。
你们赢不了。母亲，走吧，你是误转为俊杰啊！侯爷，燕儿说的对，咱们走吧。姐姐，看到没？再浓的血脉亲情都比不过这滔天的权势。要不你也跪下，向我认个错？我让陛下封你个贵人做做。我们一家人生死同舟，绝不做叛臣贼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气，那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姐姐还有什么遗言要说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？从我入侯府开始，你就谋划好了一切，将计就计，演出了一出戏。姐姐真是聪慧，这么快就想明白了。你为了六王爷不惜赌上一切谋反，值得吗？当然值。六王爷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，我愿意为他肝脑涂地。你这么相信他，就不怕输了，让你一败涂地？六王爷从不在意我的身份，他一心一意对我，这样的人总会负我。所以你一直游走在侯府和侍郎府之间，肆意窃取朝廷机密，把消息事无巨细地传给六王爷，还派人跟踪我的踪迹，把我也化为棋子，陪你们一赌输赢。你这个女儿确实聪慧过人，若你当初信任她一分，也不至于落得如今这种地步。没错，早在你来荆州之前，我们就打算计划好利用你的封赏，扣住文武百官，甚至为了让你报恩，不惜放了染病的流民进城。幸好姐姐你没让我失望，也不枉我谋划这一场。哼，你们为了一己私欲，竟拿苍生百姓做诱饵，不过是些贱民罢了，死不足惜。待到六王爷登基后，大赦天下，多给些补偿不就好了？王爷就在殿里，等他进来，我就是皇后了。暂且留你们一命，我要你们亲眼看着荣登凤仪。王爷，你来了！怎么是你？怎么了？看到朕很失望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听闻各位爱卿已经另立贤主了，朕还没恭喜丁远侯要做国丈，丁远侯教子有方，生了一个女中豪杰。跪下！这丁远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。莲香，不要无礼。本来就是一群趋炎附势的东西，明知道那毒妇是叛臣贼子，还上赶着倒贴，活该！就你嘴巴偏。父亲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父亲，别慌，他只是高兴的晕倒了，在牢里住一天就好。对了啊，朕还没有恭喜林丞相，终于可以为国效力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来人，关入刑部大牢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淑玉，救我！淑玉，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，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呀！我家夫人早就提醒过，不要受他蛊惑，要相信我。可你们呢？
毫不犹豫跟他一起谋反。他们都是被逼无奈，不得不选啊！什么被逼无奈？分明就是贪慕权势。不是这样的。带下去，押入大牢，还有那些个令你心主的东西一并带走。我是哥儿，淑玉。你们也下去。今日之事，不可在任何人面前提起，否则就和他们定远侯一样。是，微臣告退。朕究竟是哪里得罪了皇兄，竟逼得皇兄起兵造反？都是他，是他逼我的。陛下明察，都是这个毒妇的主意。你说我逼你的？对，就是你这个毒妇，不知廉耻，潜入我的府邸，给我下迷药，事后还用名声逼我，我不得不听他的话。陛下明察，明明是你利用我！何离，你个养女，入族谱嫁侍郎，就为了给侯府光宗耀祖的。别说侍郎要娶小妾，就是娶平妻，也得给我受着。我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哼！来，别哭啊，哭花脸就不好看了。来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侯府有他的消息了，他又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我怎么办？嗨，他就是个乡野村夫，哪里有你高贵典雅？他可不是一介村妇，可知道他夫君是谁？谁？他的夫君就是当朝丞相沈慈州。莹莹，想不想凤仪天下？只要到了那个位置，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忘了你的出身。怎么样，人来了吗？小姐，大管家已经在城门口拦到人了，此刻正在回来的路上。记住，照我说的做。在回来之前，我必须要把父亲、母亲、哥哥的心抓在手里，任务达成，这样王爷才有显示我机会。小姐，你收拾东西要去哪儿？这是侯府，是你的母家。亲既已寻回姐姐，女儿以后便不再登门，望父亲、母亲还有哥哥多保重身体。傻孩子呀，你是我疼了40年的女儿，她就是回来，你在母亲的心里，她也比不过你呀。莹莹，没被发现吧？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宣和殿的侍卫都已经被我换掉了。你且再忍忍，3声钟鼓后便是我入宫的信号。届时，你只管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我在宣和殿等你。别怕，务必想办法拖延时间。只要陛下离开宣和殿，我们的计划便成功一半。王爷，我可把身家性命都赌上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乖乖等我，我定将皇后宝印送到你面前。我以为你是真心的，不会拿我当棋子，没想到王爷也是个戏子。好啊，演技真好，信你为真，把性命都搭进去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一手策划的谋反，还想构陷本王不成？反正我这一生
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输得彻底。我不在乎赔进去多少东西。说起，朕还坐在这儿，竟敢下毒手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谋反我的罪，我还怕什么？那也轮不到你审判他，他毕竟是朕的皇兄，犯罪自然由慎刑司处置。好了，把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别动！姐姐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不，还没结束，我还给你留了一份厚礼，在后面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荆州大面积传染疾病，灾民已经逼到宫门口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荆州的疫病已经早就治好了呀！我还留了药方。刘太医已经去看过了。此次疫病与之前的不同，据说是从毒鬼象传出来的。毒鬼象，原来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厚礼，那也太小瞧我药王谷的实力了。哼！陛下，疫区灾情惨重，民妇愿以身涉险，前去疫区救治病患。好。夫人，我陪你一同去。我们一家人一起。如今我们也去。娘，我们也去。怎的只带哥哥和弟弟去？我也要去。朕也去。